来持续看到，没有想到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太检竟然爆发了10年来最大的战火失控爆发。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包括了 F-16都被出动了，怒炸检国的军方，泰国也怒呛说要打到你检国没有能力反击为止，完全不给川普任何的面子。东亚现在被解读是不是成为的中美之间的火线代理战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就是在这一天哦，12月7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泰检开战，爆发10年最大冲突。7号的凌晨是一路烧到了8号的凌晨。先来看到双方出动了什么样子的武器。首先呢，泰国的军方指控柬埔寨使用的是无人机投弹，并且呢以卡车载着 BN-21火箭，不断的向平民居住的地区来做发射。12月8号，我们来看到泰国空军则是立刻出动了他的 F-16战机来打击两国边境的这个柬埔寨的一个阵地，双方剑拔弩张，目前是知道已经造成了5死哦，他们这个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我们来看到双方的一些高层是怎么样回应的。首先是泰国总理，他说介于柬埔寨对于泰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泰国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谈判的，这立场踩得非常的硬。再来看到洪森，则是说红线已经划定了，他们将会展开的是报复侵略，并且他说呢，已经跟红马略开始做讨论，共同指挥应对来做侵略。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要开战了。好不容易泰检10月底才签下的和平协议，现在12月过了2个月的时间而已，火炮、战机直接开打，战线可不可能全面失控？怎么回事？大使怎么看？这个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这个驻地的部队啊，有的时候作为啊，他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布雷，他突然布了雷，就把对方炸死了几个，那对方他就报复了嘛。因为这块土地目前就是说，有一个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可是双方都认为那个缓冲地带应该是我的。所以呢，就变成有的时候你去这个好，你去巡逻，会发觉过去大家没有搞一些暗桩，那现在突然有了，然后他踩地雷被炸死了。对，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最近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然后一些零星的冲突以后越闹越大。对，然后呢，这个当然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也跟各国的国内的情势是有关的。哎，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话，泰国的前首相塔克辛跟这个洪森两个交情非常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前线两军的冲突，双方的驻军冲突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佩通坦打了一封电话去给洪森说，洪森北北，这一叫以后，洪森最后说我不想让我把这个整个推翻以后。那个佩通坦塔克辛女儿就下台啦，塔克辛还被关起来啊，所以你说现在发生事情，泰国的阿努廷，他敢弱吗？他不敢弱。本来这种事情双方讲一讲就没有，这块土地争执，它没有多大，非常小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土地冲突从什么时候开始？1903年开始。哎，这柬埔寨国家还没独立之前跟。这个他的前面的这个殖民政府，法国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在成立啊，那么双方在当时其实关系还蛮好，用国际法庭来解决领土纠纷。只是说当时1962年国际法庭把它判给了这个谁？判给了柬埔寨，泰国不服的话就不承认，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双方没打过大仗。双方都是零星冲突，你死个3个，他死个5个，所以就一直在这样。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又破局了。其实我认为他还是会慢慢还会停下来的，因为他的利益不大，象征性的利益比较大。他不是那边有石油，那边有什么钻石，有什么矿，那边小块地，它就是一个庙，叫博威下庙，是一个古迹而已。对，就是如此而已啊，有什么好争的？死那么多人。没有用嘛？可是唯一感觉最没有面子的，应该就是川普先生。川普先生为这件事情，他还要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见川普做事不牢靠。你搞的和平协议根本就是怎么样？就是临时为了要你得一个奖，就搞了这样。
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嘛，你就是什么啊？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着怎么样宣告自己的这个调和的绩效，那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也不会闹大。好，100年的问题持续到现在，持续的引爆。那么在现在是正式的持续爆发。那包括在这背后牵扯到中美之间的角力，我们等一下也会持续的来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柬埔寨明明就知道自己的军力明明就是不如泰国，为什么还是愿意继续的打下去？而且呢，为什么到底呢，完全的要跟泰国做拼命呢？来看到在海陆空上面，到底双方悬殊有多大？首先在空军，泰国等于就是说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了，因为它的战机数量112架，还包含了来自于瑞典的施救跟这个 F-16。那么空军的人数4.6万人，柬埔寨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战机，双方战机比112比0啊。那陆军同样是重装碾压的，这是在泰国36万的兵力跟7.6万的兵力做相比，而且他们的战车数量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达到2倍的，海军层级更是完全不一样。泰国的海军7万人，它还有航母。看到柬埔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航母的，泰国还有作战的舰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包括了国防预算泰国明显的是高于柬埔寨。为什么柬埔寨拼了命还是要跟泰国打到底呢？这两个国家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去衡量啦。那柬埔寨是历史上的弱国，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柬埔寨的赤棉非常有名。从1975年的赤棉接掌政权之后，残杀了不止200万柬埔寨人，那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那可是呢，柬埔寨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它从来没有一天是现代化过。就算是你今天看到的西港，也就是西哈努克港纪念他们的那个亲王而命名的这个港，也都是中资在帮他们建立的。所以金边政权长期以来超过60年的贪腐，所以他们的军力本来应该要放在国防上面的钱，都就是被人为就是人谋不臧给稀释掉了。所以你说不管现在是洪森或洪马内，他们今天当了长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在民生议题上，更不要讲国防了啦，空军连1架飞机都没有，这样也可以，鬼混了50年，没有1架飞机，没有1架作战飞机，你这样也可以，这样还算国家吗？我都不太晓得。他的空军只有直升机而已。那海军更弱，海军弱到说泰国还有航空母舰了，你有什么？我只有巡逻舰。其实泰国的航空母舰早就已经报废了，都不能用了，上面的战斗机早就已经送进焚化炉了。大家知道吗？泰国没有航空母舰的啦，那是假的啦，摆的好看的。但是就算这样子，我也强过你柬埔寨很多倍。所以其实这两个不是拿来可以相比的。泰国的空军还有一个亮点，它竟然有什么？它竟然有 Gripen， 就是 JAS-39，瑞典的施救战斗机，是公认第4代甚至4代半跟我们的 F-16是同样优秀的一种战斗机，泰国竟然有了。所以为什么？所以但他们还知道要与时俱进的进步。那柬埔寨在洪森跟洪马内他们父子俩的统治之下，你现在在边界上面为了这个一小块，刚才大使讲的其实那是很小的狭长地带，为这种事情又这边死了6个，那边又死了1个，又伤了8个。其实今天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什么？意义在我们今天泰国不能够示弱。为什么？如果示弱会危及泰国现在的内阁的政权的地位跟巩固，所以他必须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势，还出动了 F-16。你出动 F-16，我说句实在话，你可能还找不到目标来炸，因为为什么？因为柬埔寨的军队可能都躲在丛林里面，那个不是出动 F-16的，那要出动这个丛林特战部队，你才能够去找到柬埔寨的有实力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所以我是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边境冲突不会太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两个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国家。那泰国你也帮忙好不好？得饶人数你就饶了他吧。
对，不过这场战打下去也会被人家解读说，你川普不是早就已经帮这两国签好了和平协定了吗？和平协议了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持续的打起来？泰国也太不给川普面子了吧？那另外一方面，泰国背后有美国支持，柬埔寨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支持，有人视为是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另外一场代理战吗？尚志哥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啦。大家知道泰皇不是前阵才刚刚是中泰建交50年第一次访问哈，那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部分的接待，而且这里头也有跟泰国很多的中泰之间的包括经济啊各方面的签约的一些进展。那当然大家都觉得没有错，以前过去柬埔寨的时候，洪森当然是跟北京是完全是绝对的麻吉。可大家特别知道啊，因为现在这个柬埔寨的部分的总理，也就是现在洪森的大儿子，就是洪马奈或洪马内，他已经正式接班了哈。那当他正式接班之后，要记得大家觉得柬埔寨还是要仔细观察，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中国也是比较谨慎的来对待这个接班人。因为要知道这个洪马奈呢，他就是小青年的时候就送到美国，他是念西点军校的，他在念纽约大学，然后到英国拿到博士。也就是说，他作为小孩子、青少年开始，他整个就是受到整个都是以美国为主的美英的西方教育，所以他在很多的价值上是跟美国很倾向的。现在虽然洪森在没有错，可是当时就引起一个巨大的部分，就是他当时就任这个总理的时候，他竟然邀请了真的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坐在正中央，而中国的大使竟然坐在旁边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虽然不是说这干冒大不会，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洪森的儿子的状况是多么倾向美国。所以这个在使得跟中柬之间的关系，你不能认为中国就傻傻的，你老爸跟我很好，我就都认你。在这些小地方的态度上，其实中国现在变得比较谨慎。也就是说，现在泰柬的这一次的部分的刚刚发生这个战争，在边境上也不要小看，不是偏僻的地方，40万人已经开始跑了。两边的部分，40万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家花莲县就是40万人，全花莲人能跑了，这是什么概念？也是很多的啊。所以这里头的影响性还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里，无论在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都没有立刻的，比如说劝和或等等，大家都还在观察这一次的部分的再起争端的摩擦性，是不是刚刚竹荣前面两位讲的，很快其实就是一个小摩擦，或者说它后面会继续扩大成一个政治上的部分的冲突。但无论如何，泰检其实没有撕破脸。但是就洪森先前跟塔信家族的部分的这个已经怎么讲呢？已经真的是撕破脸了。有心结，如果没有心结，总也有疙瘩。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只是现在在军力上大家论斤计价的在较量，我认为以洪森的个性来讲，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部分始终还是不满，明知道跟泰国的军力悬殊，但他还是就是要出手，包括他用的武器都知道，柬埔寨的武器是俄罗斯跟中国的武器为主，去打泰国其实也是蛮尴尬的。